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任国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屌。哎呀，说这首定场诗我就痛快。可惜呀，很久了没有聊聊七哥的事儿了。自从我看不惯七哥这个华人中最大的这种低劣的骗子啊，出道做自媒体以来，转眼已经8年多过去了。你看日本鬼子都得打跑了，是吧？我终于把七哥给说进监狱里边去3年多了。七哥一直呢是采取的拖延战术，法庭一旦要判他刑的时候，他就花这个蚂蚁的钱找律师，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他的律师费都花了上千万美金了。这都是这些傻蚂蚁的民脂民膏啊！我以前的时候我就做过定义，我说这是一个疯子领着一小群骗子骗一大群的大傻子。终于七哥的经过数次延期的审判日在这个下周一就要开庭了。可是七哥呢又故技重施，然后又提出了动议说请求推迟2026年6月29号的量刑听证。尽管各方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推进此案，以便按原定日期进行，但目前仍有若干复杂的量刑相关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故提出此要求。说好多理由，说是听证会吧，这个损失金额现在算不清楚吧，说郭文贵的一位前任律师还没有完全履行义务吧，说关于提交了一份密封的动议请求法庭提供用于量刑的文件和信息这个动议你法官没回答我们什么资产保全的动议请求这个破产委托人处这些资产由受托人保管面临缩水的风险因为这个律师费太多了这个事情还尚未解决什么还提出什么特别专员说任命特别专员的提案什么请愿书数千名蚂蚁提交了要求返还被扣押资金的请愿书你们还法庭没回答我们呢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觉得恳请法庭再次推迟量刑日期我们七哥在美国的 MDC 看守所里边这个3年多的蜜月他没有享受够这个黑管演唱会天天的不重样是吧？那个蜜月没完呢，觉得这玩意儿不能把我们的七哥给判了吧？判了以后不就那个投到那个监狱里边去了吗？是吧？哎呀，七哥舍不得这些好黑的哥法官结果秒回，法官没几个小时当天就发了文件了说七哥的事情不能够再拖了。法官托雷斯说，本院已经审阅了被告郭文贵今日提交的动议该动议被驳回，仔细审阅了双方提交的量刑意见书以本案全部的案卷记录，本院认为无需举行证据听证会，能够做出量刑所必须的事实认定本院此前已就郭文贵提出强制履行的那个传票动议以及依据那个原则提出的裁定说不足以构成延后量刑的依据，对吧？所谓的什么资产保全动议这个也不妨碍我判你刑不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下周一照判。七哥的美国蜜月终于
要结束了。不过大家知道蚂蚁帮都是一群神经病啊，这群傻蚂蚁们到现在还在做梦呢啊，到现在没有醒的蚂蚁，那真是神经病到一定的程度了，再也唤不醒了。这群傻蚂蚁还在说呢，七哥又胜了，如果6月29号强行量刑，引发多重灾难性的后果。我给你分析分析，有4大核心风险。这个法官无视上级法院的待决程序，强行跨红灯进行量刑宣判，将引发司法、政治、程序上的多重灾难性的后果。第一，司法程序大地震啊，说直接触发第2巡回法庭的跨审级绞杀与职务强制令啊，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法官强行判决，公然藐视上级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啊，这个法官就完蛋了。反制速度，第三方和辩方律师宣判后几小时直接向2巡回法庭申请紧急职务强制令，要把这个法官给免了职啊。说第2，坐实宪法级程序违宪，对吧？因为我们七哥在上诉啊，上诉阶段直接就判七哥无罪了啊，制造了完美的上诉理由，好吧？第3，政治海啸，彻底坐实了美国司法被境外主权国家中共污染的指控，法官沦为中共的橡皮图章，这将彻底引爆美国国会、国际人权组织、主流媒体的联合质询。这个联邦法官就是中共特务，职业生涯彻底终结啊。说第4，全面爆发引燃更大规模的烂账清算，法官强行宣判，就必须得搞清楚我们蚂蚁的这一大本烂账啊，我们这个被美国政府给扣押的那些财产，美国政府你得全部的加倍的奉还给我们蚂蚁，蚂蚁就此就发财了。这吃多少药都唤不醒这帮大傻逼。哎呀，想念七哥了呀，当年七哥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呀，是吧？你看当年的那个300年的母狒狒来到纽约，七哥把他们找过来的，结果他住的那个旅馆发生了一个厨房的烟道的火警。300年的母狒狒一看机会来了啊，哭着就跑到七哥的那个公寓里边去了，说共产党要放火烧死我。你不爱出相吗？快喝水，这热倒，快喝这个，你别喝你的水，快趁热，快！千万不能给我妈看的，我妈得吓。快！你用这种方法上这来混住了，你说你也太残酷了。快坐！我现在你感觉有哪不舒服吗？肺部？看看菲菲啊，看看菲菲啊，被共产党残害成啥样了啊！你像我说你肺怎么样？这全都哇！不是你怎么就什么都不知道呢？我没有听到火警呀。哎，那个墨镜，你看看外面现在那个他那个最下面那个帕克拉那个火警现在什么情况？你现在吃点东西吗？我根本就没有听到火警。你先喝口热水，快点，不行就喝。那你怎么发现出来的呢？我呛到了，我醒过来了，我闻到很怪的味道，我还以为我空调开太高了。
我想把空调调低一点，后来我就觉得整个房间都是烟，我就觉得不对了，我要往外走。后来我往外走的时候，发现整个楼面上面已经没有人了。没有人叫你，就把你给留那儿了。我就叫 help， 没有人，整个楼面上都没有人了，电器也停掉了。然后我走到那个货机那里，货机也没有人，就货机也不会开了。我是从安全楼梯走下去，我一直大概走到可能1楼。没事儿，有事洗手。他们在这纽约市中心啊，他们敢这么干啊？为什么他们不敢？他们敢毁掉世界，为什么不敢在你纽约中心？他认为美国佬没有什么，气球到你家又能怎么样？我的天哪！他们才不在乎呢。你毕竟是出来了，这不出来，你就离咱家这么近，天哪，就这么一个路口。你要说你要住在几十街之外，那麻烦了，太可怕。有人说啊，那个300年的母狒狒在郭文贵那一晚上就那个得偿所愿了啊，是吧？这咱不知道，这不知道啊。哎呀，这个还是很想念七哥那种啊惊天伟地的牛逼呀！哎呀，七哥离开我们很久了，很久没有这种乐趣了。那七哥周一判刑，那七哥的说法呢？七哥那绝对是，那个七哥的嘴啊，那是世上最硬的东西。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排着队让他那个演奏黑管是吧？啊，七哥能受得了吗？七哥的嘴是最硬的了。七哥来电话了，法庭的这个决定啊，这个完全在意料之中啊！战友们，你们一定要冷静。我已经在 MDC 3年了，已经是最坏了，还能怎么着啊？剩下的就是继续战斗啊，就这么简单啊！大家都能看到，现在的政局变化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能改变的，大局已定啊！只是我们多受点罪还是少受点罪，多点考验还是少点考验的问题而已呀！像不像七哥呀？七哥下周一无期徒刑啊！因为说美国得判他多少年了？按照他的这种啊美国金融重罪的啊这种判决的话，少不了啊40年打底儿。七哥就像我说的一样，只有2个结局，一个结局是在美国的监狱里边变成核啊出来。再一个结局就是再过个5、6年啊，这个被中美交换这种囚犯就引渡回中国去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